大家好，我是阿拉尔。这个项目呢，本身是发生在去年刚发生疫情的时候，也就是2020年初的时候。说起来，到现在已经快有2年了2年了。当时呢，是因为那个疫情突然来了嘛，然后大家都在家隔离了，然后我呢也不例外，也就隔离在了我租的这个房子里边。然后我租的这个房子呢，以前只有晚上下班的时候才会在家，所以以前并没有觉得房间有多小。然后这突然一隔离在家里边呢，就突然发现这个活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。然后相信当时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，然后很多人就开始琢磨是不是要换一个大的房子。然后我呢看了看我的这个钱包，然后觉得换大房子可能是不太现实了，然后就想着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来扩大一下我的活动空间。于是呢，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，就是做一个可以升降的床。喂喂喂喂喂，喂。这样呢，我通过在高度上对空间进行分层，然后把房间的那个空间呢充分的利用上，然后这样呢就能扩大我的活动空间。然后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呢？其实原因有一点长，然后今天就先不细说了，之后我会单独来介绍。然后简单的说呢，其实就是我对整个房间的格局做了一些优化。先是绘制草图，对房间进行初步设计，然后经过了一点点的思考之后，确定了现在的这个方案。在确定了房间的初步设计之后呢，我们要对床本身进行一个初步设计，主要是床的一个基本的架构，以及一些关键节点的做法的一个设计。通过这些关键节点的做法的一个设计呢，我们来确定这个方案的一个可行性。至于为什么是选择做一个床呢，而不是再买一个呢？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环保。还有就是市面上没有能够满足我需求的床，然后因为高架床有一个硬伤嘛，就是层高不是很高的时候，房间的高度上会被分割成2个部分，然后导致床上下的高度都很紧张，使用的体验就会非常差。然后床上和床下的高度太低，会让人使用起来很难受。这一点住过宿舍的同学应该都有所了解，就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磕头。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，我就要设计这样一个床。床下的空间呢，可以满足人正常的使用，直立行走，不会磕头。然后同时，床上的空间也可以满足人正常的使用，就是说我坐在床上边也不会磕头，包括上下床的时候也不会磕头。这样的话，我既增加了房间的一个空间，又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的一个生活。在房间布局和床的结构初步设计结束之后，我就要进行施工图设计了。我先在淘宝上找了几家卖铝合金型材的商家，把型材的尺寸、价格、连接件、运输信息等都整理出来，来辅助我进行设计。其实就是考虑怎么设计才能少花钱。然后因为我是结合房间格局以及进行设计的，所以我将房间也一起整体建模。我使用的是 SketchUp 软件，虽然不是我平常使用的软件，但是因为隔离在家只有一台 MacBook， 所以考虑到兼容性和应用性还是非常合适的。这就是我房间整体设计完成之后的样子。首先是我这个床整体的样子，然后是为了上床设计的这个小梯子，或者说是一个小架子。
最后呢，是我这次顺便重新设计的一个大桌子，我很喜欢这个桌子，又好看又实用。通过这个模型呢，我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我未来房间的这个样子和格局。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床的结构设计。床呢，整体分成4个部分，一就是这个床架本身，也就是这个床的主要结构。二呢，就是这个可以升降的床板，它与主体是分开的。通过这个升降的这个加杆可以进行升降，这是本次设计的一个重点。通过升降这个床板呢，我们就可以实现空间功能的转换。第3个呢，就是床下的一体升降桌。这个是在设计过程当中临时产生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考虑到我可以在家也实现站立办公。这个想法是挺好的，但是由于是临时方案，所以又因为时间比较紧，然后考虑的不是很完善。后续我又做了一些调整，但是目前的方案呢，我还是不太满意，这个以后再说。就是为了最大化的利用空间，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平台来做收纳。最开始呢，是想要把这个平台和这个床设计在一起，但是后来因为门的高度也好，然后铁杆的承重也好，我就放弃了。在这个设计建模完成之后呢，因为是我自己进行安装，所以这个复杂节点的这样一个大样图呢，实际上就不用再单独画了，但是还是要把一些需要加工的构件绘制一份加工图给商家。当然这些特殊的定制都是需要额外收费的，所以慎用。之后我们就可以统计出来这个主要的构件信息，先自己计算一个大概的造价，然后适当的与商家进行沟通，然后再修改设计，再与商家沟通，然后再修改设计，再与商家沟通，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呢，最终就可以下单了，然后等待物流运到就可以了。年后的时候呢，物流基本上是恢复了的，然后但是小区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，然后就是最后材料到了之后呢，保安是不让快递员这个人进小区的，所以呢，经过沟通之后呢，我就只能自己骑着快递小哥的电动3轮，然后运到楼下，然后因为小哥没进不来，所以就只能我一个人把材料扛上来。我天，我这小身板，这个可能是我在整个项目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了。然后准备了这么久，然后终于就开始可以组装了。
开头其实提到了这个床其实是去年年初设计的吧，然后到现在已经使用了快2年了。虽然体验呢不能说是完美吧，但是确实解决了我的主要的一个痛点。然后到现在来说呢，体验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个设计当中呢，有很多的立旧的设计，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？然后比如说这个侧板，然后还有这个上面的那个床头板，都是从原来我的那个旧床上面拆下来的那个床板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充当侧板的这个柜子，白色的这个柜子，原来也是从那个墙上拆下来的，是我刚搬过来的时候从宜家买的那个鞋柜。然后还有这个侧墙的这个书架，原来其实也是一个立式的书架，然后设计的时候呢，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了。然后除了原有的收纳功能呢，这个侧面还能当一个小桌子，其实就是非常方便。然后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越用的话就会越来越乱。然后不对，这个好像是我的缺点。然后还有这个上床的那个架子，然后这个踏板呢也是从旧床上面拆下来的。至于我为什么要采用这么多立旧的设计呢？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环保。然后其实这种设计还有很多，然后比如说我做护栏和单杠的那个杆儿，然后都是从那个旧跑步机上边拆下来的，还有这几个升降的那个支架，也是以前京东办活动的时候买的，然后这个也算是立旧了吧。然后床用的是电视的支架，然后这个桌子本身用的是那个显示器的支架，然后这个桌面呢是从网上随便买的这么一个小桌子，能看不看？这个桌面本身是从就是网上随便买的一个很便宜的桌子，然后我把它拆成一个个零件来用了。这个除了桌面以外呢，还有这个小隔板，还有上边的这个小隔板，然后都是用的这个桌子的零件来做的。然后这个升降桌的设计呢，因为当时怎么说呢，太紧急了吧，然后设计的确实不太好，然后之后我有计划把它换掉，算是我这次改造中我最不满意的一个地方吧。然后这个项目制作时间其实很短，然后设计和安装呢都是在隔离的那段时间就做好了，但是因为有很多事儿吧，加上刚开始学习剪辑视频，然后一拖就是快2年了。然后其实我还录了很多其他的视频，然后后面我会慢慢的剪出来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，还请一键3连。找个东西。还请一键3连。这样，一键3连。对了，升降床完整的安装部分其实很长，然后这里呢我只剪了一小部分。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查看我上一个视频，是组装床2天1夜。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